今天呢这么好天气，我想要教大家来做天津炒饭，就是里面有炒饭，然后也是有烩饭，然后它也有一个很大的蛋在上面。王酱天津炒饭它会放个蛮特别的东西，就是他们会在炒饭里面放叉烧，这样看起来就有香了。这个时候要加一个特别的东西，要加一点点的麻油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组合。好天津炒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到火星主厨回味之旅。今天呢这么好天气，我想要教大家来做天津炒饭。天津炒饭应该是我去饺子王酱的时候我必点的一个东西。我非常喜欢吃炒饭，然后我也喜欢吃烩饭，然后我喜欢吃蛋。天津炒饭这东西很有趣的是，它就是里面有炒饭，然后也是有烩饭，然后它也有一个很大的蛋在上面，它就非常符合我的饮食喜好。大家知道你在天津吃不到天津炒饭的，对，你在天津你问人家天津炒饭，人家一定给你一个黑人问号表情。没有天津炒饭这个东西，这有点像你在台北说我要吃台北臭豆腐一样，有点奇怪。虽然臭豆腐其实有分南北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台中的臭豆腐跟台北算了不管，就不一样就对了。那天津炒饭它是一个日式的中华料理，那我们今天会稍微做一点变体啦。现在切一些蔬菜好了，切葱。那葱的话，我们要切掉这个不要的地方。那我会一半拿来切长的，一半拿来切葱花这样子。好，这边再来切葱花，葱花是最后要撒在上面的，这样就是葱的部分。这边葱花，有点要炒，所以让它拨一下，让它散掉。那接下来，现在这个季节刚好这个晚香玉、晚香花笋，然后它吃起来很像芦笋，可是又没有芦笋那个阿斯巴拉的味道。你们知道什么是阿斯巴拉的味道？可以拿剥皮刀稍微把它剥一下，放在砧板上面这样子刮就好了。然后底下会有点硬硬的，这边很硬，等一下把它直接切掉。晚香玉它自己本身会带一点点那个花香味，所以它跟芦笋口感很像，可是吃起来的感觉我觉得我优雅很多。所以我今天买这样子一把好像200块，而且它也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味道。底下这个比较硬的地方就直接把它切掉，可以自己刀子试一下，好切的地方就是还可以的，不好切的地方就应该蛮硬。花苞的部分我会把它切对半，这样。这道菜原本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啦。对，这是我自己喜欢，我想要有一点可以改变口感的东西。晚香水。好，接下来切香菇。王酱里面它是没有放香菇啊，我想要有点香菇的感觉，然后尽量把它切薄，放这里。那我们来处理这个。这个是蟹肉条，寻味棒，它其实不是蟹肉条，它是寻味棒。这个它就是要假装它是蟹肉的东西。一般来说就会把它撕碎，撕碎的话比较丑一点，所以我们可以拿叉子这样子把它拉，慢慢拉，这样撕会比较快。然后还有一点点黏住，这样子看起来像真的蟹肉，这样看起来就很丰富。然后如果用撕的话，就会变这样子，就会把它打开来，就没那么好弄了。稍微再把它拨一下，让那个红红的可以散布在里面，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漂亮。从这里面，然后我们来剥个虾仁，哎呀，这个虾膏，然后把虾泥去掉。这个虾头你也可以去煮这个汤啊，可是它会变得比较浑浊一点。换发型之后，你头发一直往前掉，讨厌。那新鲜虾子的虾仁，其实我没有这么的喜欢，因为它拿来煮常常会不够 Q， 没有泡磷酸盐。虾仁结束，那这个我们先准备250cc 的水，然后我们要加这个鲜鸡精，现在都不用那个精了，用这个结晶的精，我们加2匙，我们想要让它有鸡味。为什么用鸡精呢？因为通常啊，这道菜正常来说你要用鸡高汤，可是鸡高汤不是大家都有办法准备，然后你就不是很方便用啊，然后用不完那一罐你也不知道干嘛。然后我们把它稍微搅一下，让它在里面溶掉，不要结块。虽然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煮它啦，不过我们先把它搅一下也好。鸡高汤就这样。王酱天津炒饭它会放个蛮特别的东西，就是他们会在炒饭里面放叉烧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去烧腊店买了一些叉烧回来。那你要放火腿，你要放其他的也都可以。那我们把它切细，那尽量可以买那种比较焦的叉烧，会比较香。那叉烧它自己会有一些香料、辛香料啊，一些五香粉这些的，所以炒饭就会比较香一点。稍微把它切碎。哦，
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 Gusto 的锅子，这个是制化铁锅。制化这工序呢是用蛋来做表面处理，所以它就不会像一般的就是那种铁锅，很容易会生锈。基本上一开始不需要开锅你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，就是洗干净了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，不需要在一个繁复的一个开锅过程。制化虽然它没有不粘的效果，不过我自己觉得通常有经过制化处理的锅子，粘黏的几率会低一点点。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一做的还不错，就是他们换的这个是木柄。然后这个小的是比较轻巧的，它这边还有一个可以倒的孔。它这个做法是它上面比较薄，下面比较厚，所以下面蓄热是没有问题的。上面的话呢，就是比较薄，会比较轻巧一点点。然后这个比较大的，因为它比较重，所以它又多了一个把手。你要拿锅子的时候呢，如果是今天是譬如你煮汤什么的，你可以用这个把手去一起拿。我觉得它很不错，是它这个把手的部分呢，它这边是有一个铸铁件在这边的，所以它木头这个比较有质感的手把呢，离火源会有点距离，就不容易会这个烧焦。这两个炒锅呢都有附盖子，这个就会很方便。你要做煎饺你要蒸蛋你要炒青菜都会有附一个玻璃的盖子，非常方便。而且上面这个质感，这个木头的质感也非常非常的好。然后你买炒锅的话呢，目前也有给这个平底的铲子，这个是一个过敏源的标识，就是如果你有用这个铲子去煮过，比如说虾子有些人坚果什么过敏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用这样铲子，然后专门去处理会过敏的东西，这样就不会混用其他的铲子。然后另外他们最近还出了一个新的蓝钢锅，然后它的这个工序是旁边它是用拉伸的方式去做这个锅子，所以是底部厚，旁边宽。他们这个 Gusto 呢，因为怕说你铁锅会热，所以还附一个这个细胶柄在上面，可以让你不会就很烫。因为通常我们厨师都会准备一个毛巾来做这种，来拿这个锅子，那这个就不用。蓝钢锅呢，它看起来蓝蓝的，不是它有涂什么奇怪颜料，就是它是有喷植物油之后，它拿去烤箱里面烘烤，那它表面就形成一层油膜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在开锅这些的做保养的时候呢要做的事情。基本上你买了它也不需要直接开锅，你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，所以非常非常方便，不会像你每次去买那个铁锅回来就是要重新开锅什么的。然后我知道我们群组里面很多人有开锅，很厉害开锅的经验。那蓝钢锅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它这次呢它做了中间有一个这个凹槽，因为很多我们这种就是佛莱板这种铁锅平底铁锅呢，我们在高温去使用的时候，尤其像你用 IH 炉这些的去使用的时候，它底下可能会变形，可能会凹，可能会凸，而且造成说你淋油上去这些，它就会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那这个就不会，它没有这个问题。对，它就是做这个时候，它比较不容易变形，就算有一点点变形了，它油也不会说就是全部溢散到旁边，或者全部集中在中间。所以它就是一直有在做一些改进进化这些，我觉得很喜欢。然后这种铁锅我很喜欢，就是它可以整个就是进烤箱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煮一煮，东西煮好了，就整个放进这个烤箱里面。对，整个放进烤箱，当然这个细胶柄要拆掉了。对，煎牛排这些也常常都会是整个锅就进去，我就不用再换另外一个烤盘之类的，对，一锅到底。现在 Gusto 呢，他们有在直做募资，那大家可以点击下方链接去购买，就这个蓝钢的平底锅，还有这个中华炒锅，通通都有，就这样赞。那我们就来煮我们这个高汤，这也不算高汤，应该算是那个酱汁那就把这个我们刚刚用鸡粉做的鸡高汤倒进去，这倒得好快你开一下而已。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开始来浇其他的调味料。味淋我们丢2小匙，不用味淋也没关系。酱油也2小匙，蚝油1个汤匙，蚝油，然后再料理酒，这个是日本清酒便宜的清酒就好了，加2匙，然后糖来2小匙，盐一点点就好了。那我们就等它煮滚。在煮滚的同时呢，我们来调太白粉，大概要1匙的太白粉，然后这边是50cc 的水，大概50cc 大概这样1匙倒进去，先给它拉，然后先尽量的能够散。然后太白粉有分2种一种素薯粉，一种是那个马铃薯淀粉。那我自己比较喜欢用马铃薯淀粉这个滚了之后，我们就让它下去。你也可以想要不要把酒煮掉，那我就觉得还好。这样它就变浓稠了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们的酱汁就完成了，很简单，超简单，对吧？那我们现在来炒饭，对，一
样，我们开热锅。我们现在炒一些比较不容易熟的东西，倒一点油，然后润锅。这个我觉得它温度都上升得很快，很惊人。把虾子丢进去，我留一点尾巴的壳啊，让那个虾子的壳的香味可以进到油里面。它弯起来就可以了，就可以拿起来，把虾子夹起来。好，那我们留一些油来炒饭。炒饭的时候油不要太多，太多的话很容易会黏，所以你不需要太多的油来炒饭，不然那个会变像倒马鸡一样，慢慢一直。所以我们油只要留1层就好了。现在把这个晚香玉丢进去，晚香玉也是把它爆炒一下就好了。炒一下，我们就可以让它去配虾子。现在我们可以看锅子里面只有1层油而已，那我们就先开中大火，我们用1颗蛋，先找个地方打进去好了，然后我们稍微打散就好，然后在蛋里面要放一点点盐，不要太多油哦，把蛋倒进去。蛋倒进去了，我们就可以下这个饭。然后赶快把蛋跟饭混在一起，然后顺便把饭给压开，把蛋给压散，这样子画圈压散的方式。那我们都是用中火左右来处理就好了。因为这是冷饭啊，你用熟饭的话，用热饭啊，刚煮好热饭也是可以炒。对，那冷饭的话就需要比较用力压，叉烧把它下来。这样看起来就有香了。然后我们绿色的葱，抛锅这个动作有没有需要？我觉得还好，它主要是回收那个你高温的时候氢化那个气体啦，所以就会有镬气。那是不是一定要抛？我觉得倒还好，不要炒太久会干掉。那我们就把它放到这边的碗里。我真的觉得这个漏口很好用耶，可以让它压一下，就让这个炒饭先待在这个碗里。那我们现在先把饭扣在盘子里面。那其实我很讨厌这个动作，应该还好。嘿，哦，有，可以。好，先放在这里。那我们现在来做蛋。我喜欢吃蛋，所以我要丢3颗。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盐。然后有些人会把它过滤，可是我觉得这道菜其实不用啦，这道菜真的不用。好，这个时候要加一个特别的东西，要加一点点的麻油，芝麻油，一点点，这样让它比较香一点。然后我们刚刚的蟹肉条加进去，然后加一点点我们刚刚切的这个葱，把它拌一拌。那我们现在来要做这个蛋。那我们把刚刚剩下的虾油倒进来，然后做出很蓬松的蛋呢，有几个方法啦。那我今天用的这个方法是，我们先尽量把空气打进去，对，我们尽量把空气打进去，油要够多，这样油才会把那个蛋里面包含的空气膨胀之后就变比较蓬松一点，起泡泡。这个油不太够，所以我们再加一些。稍微润一下锅子，然后先高温，然后再把火调低一点点，然后就下去咯。从外面的拨到里面来一点，然后里面稍微晃一下，然后尽量让它变成一个圆的。你看这锅子也不是不粘锅啊，它也没有粘啊。然后翻哦，这样翻。在里面走，你看都不会粘，其实还不错哦。但是现在就可以闻到那个麻油的香气。那我们就把比较漂亮那一面。如果你喜欢吃全熟，你就吃全熟的啦。那我是觉得这个还好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就把蛋铺在这个上面。
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摆盘饰啊。好，忘了放香菇，没关系，香菇呢我们就把它炒一下就好了。香菇理论上啊，可以跟蛋放在一起，但没有放到。我们每次都要有一点翻车才行哎，对不对？来，这样就好了。把它铺在蛋上面，可以不要有方向性啊。手拿到柜子也是有点累。好，然后我们把配菜丢上去，我们的虾子。好，最后来淋这个酱。这样天津炒饭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要来吃我的天津炒饭。哎呀，里面是炒饭。炒饭跟烩饭，好天津炒饭，我蟹肉条放蛮多的，所以很蟹肉棒。然后我的蛋是那种比较蓬松的蛋，所以吃起来口感会比较轻盈一点。是晚香玉笋，它本来拿来配色的啦，可是我觉得它的那个香气很棒。但它的口感可以比较丰富一点点，大虾仁，熟度刚好，自己做蛋就可以弄多一点，外面的话蛋都会比较薄。然后这个烩饭的话，你也可以用鸡高汤啦，只是我觉得麻烦了一点。对，用鸡高汤的话味道会更清爽一些。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组合，炒饭加烩饭。我来讲一下我刚刚使用那个 Gusto 的这个炒锅的一个感想。因为它只是制化而已，它没有做布粘的涂层啊，然后它也没有用油去烧过，然后我也没有开过，我就是洗完我就拿来用了。就本来有点担心它，炒饭或者是炒蛋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些粘黏。可是我刚刚试，不会，完全不会粘黏，那个非常的顺畅，比我想象中好用，而且它不是那种很重的炒锅，虽然大的这个大尺寸这种会比较重一点，可是小的那个就真的很轻盈，所以就算是女生啊、家庭主妇这样去使用，我觉得也是很 OK。然后它那个斜口的那个可以倒酱汁、汤汁的那个开口，那个请倒口，我觉得非常好用。其实炒东西啊，我都还蛮喜欢用这种中华锅的，形状的关系，所以你比较能够收集那个氢化气体，再回到那个食物上面来，比较香的镬气吧。炒饭呢吃起来都会比较香一点，自己用起来是蛮喜欢的。而且铁锅就是耐操啊，你用什么东西去弄它，什么铲子，然后夹子啊、筷子、汤匙什么去弄它都可以。我觉得我会去推荐它的原因，还有另外就是它使用中钢的钢材。因为你不会说买很多铁锅，可能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材质是什么。那你既然都已经使用铁锅的人，通常很大部分就是不想要用铁氟龙涂层这样，觉得那个东西吃进去对身体不好。那你既然选铁锅，你当然选说你觉得是好的钢材，适合拿来做烹调的钢材啊。那如果对 Gusto 的这个炒锅有兴趣的话呢，这个募资的期间有早鸟优惠，看起来优惠是蛮不错的。那欢迎大家到资讯栏链接点击它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按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抖内。然后也可以加我们的赖社群，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人可以回答你各种有趣的问题，不管是料理的问题啊、感情的问题啊什么之类的。好，那今天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